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中国时间10月13号凌晨2点半，有4天没有与大家见面了，所以呢，现在我起来给大家报告一下。现在2点多，我睡不着，估计还是在倒时差，没办法。这次路途真的太辛苦了。我算了一下啊，我在路途从德国的机场，德国机场起飞的时间是10月9号下午4点多。然后呢，我到达中国的最后一个机场是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是下午1点钟或者中午1点钟。光是从机场到机场的时间，这次呢我花了40个小时，有史以来啊创纪录。我估计今后也不会有那么久了。有的朋友说：“哎呀，德国之士啊，你看你就是贪图便宜，所以便宜就没好货吗？”朋友们，我给你们分析一下。并不是说贪图便宜，这并不是主因，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不是什么富豪啊，钱也不是吹过来的，对吧？所以呢，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认为啊，找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东西，对吧？像机票这服务也一样，我就觉得性价比最高，我就定了啊，而且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我所有过去大半生的这国际旅行当中，我一般是这样啊。如果能够直飞，肯定直飞。但是如果是直飞，价格确实太高，那我就会选择中途可能转一次或者最多2次啊，中转。然后呢，回中国是这样，直飞，比如说到达广州，从法兰克福，德国法兰克福到达中国广州，一般在12个小时左右直飞。然后呢，我选择中途转机一次那种，一般会15到17个小时左右。我认为多花3到5个小时，然后呢，能够节约1000到2000人民币，我觉得很合算呀。因为我觉得作为普通人，你3到5个小时很难赚到1000到2000块人民币吧？反正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所以我觉得哈，像这种对我来说性价比很高的话，我会定啊。这次为什么会出状况？就是因为上次那个节目中我给大家说了啊，因为去程的那个航班被航空公司自己取消了，他提前1个多月告诉我没有违反那个欧盟的法律，而且他也答应给我退款了，我又不想与他们再去斗什么请律师，没必要，我就觉得因为我没有那个精力，所以我就接受了他那个退款的，他的那个叫什么做法，然后我那钱我也回来了，那在手忙脚乱的时候，因为我们回国是我的德国伴侣，他每年计划他来中国旅行一次，来度假一次，都提前计划好的，而且回程机票在那里，所以不可能再改变。那么在航空公司去程的话，他取消，我们不得不再找一个单程的机票。最后找到的这个呢，就是中途中转三次啊，中转4次，不是3次，4次。而且它是对我来说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没有性价比更高的了。有的可能中途在路途呢要花50多个小时，我可不会去受那个苦啊。虽然会便宜，比如说1000块人民币，但是50多个小时对我来说没必要，对吧？而且如果是你中途，现在我看了啊，如果是转一次没有直飞的，现在转一次。竟然要花人民币差不多16000块钱，我这个呢是花了差不多人民币5000块钱。你觉得像我，比如说你中转一次，差不多17到20个小时，我看了啊，你要花差不多16000块钱，而我这次呢是相当于全程从机场到机场的话是40个小时，然后我花差不多5000人民币，相当于节约1万多啊，朋友们。一想到你花，比如说在中途多花20个小时吧，你能节约1万块钱，1万多，有多少人在20个小时能赚1万块钱？你们告诉我。反正我真的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最后我就觉得辛苦一点就算了吧，就挺一挺。而且我当时这样认为，比如说在德国的科隆到慕尼黑有4个小时左右的那个中转，这是比较长的，我就算了，反正在德国境内长一点无所谓。然后呢，第2程是在中东的阿曼的首都，它的中途呢只有2个多小时，我也觉得能够接受。然后在
泰国曼谷转机有8个小时。当时我是这样想的，8个小时呢，办手续之后呢，我们可能还有5个小时左右。那我就想到这个国际机场应该有那种什么睡眠胶囊吧，对吧？我花个$30，睡几个小时，然后好好休息一下。当时我是这样计划的，但是到那个地方之后，到了泰国曼谷机场，傻眼了。那个机场真的不错，但是呢，我发现有很多的问题。首先，人太多了。我觉得那个机场它建的时候是比较不错的，但是规模应该不是特别的大。因为我们到达的那个航站楼和我们当时又第2天出发的到中国的航站楼是一个啊，国际航站楼是一个，可能它没有 T 级，我觉得应该是 T2，没错的话。特别是出发厅，曼谷这个机场叫苏万纳普国际机场，这个出发厅真的太挤人了。有多挤呢？这是我在我大半生当中所有国家机场中人最多的一个。我不相信泰国的那个旅游业那么火爆，那么多人，绝对是这个机场它的航站楼太小了。因为呢，在值机的地方，它真的几乎没有什么空间，真的你看见所有这个航站楼全部是人，有点像中国这个高铁站春运的时候那个场面，真的我觉得比春运还要人多在那里面。我就说在泰国这个曼谷这个国际机场啊，真的太多人了，有密集恐怖症的人真的可能会抓狂。我没有这个问题的，但是我就觉得在那个机场，我就觉得感觉非常不好。然后呢，我们等了很久很久，他是提前3个小时才给那个值机，也就是我们在那个地方足足等了5个小时，没有什么好坐的地方，因为我们能够去的就是呢出发厅，出发厅它几乎没有位置，又加上人多，所以这是我所有在旅行生涯中最痛苦的几个小时，就是在泰国曼谷。入关的时候，我说啊，和网上那些传说我觉得不一样，因为网上传说泰国那个海关向中国要钱要小费，然后我就跟我的德国伴侣说，他说没有这个事，肯定是你们中国人搞出来的，或者有些中国人说谎。我将信将疑，我说让事实来说话吧。然后呢，我认为不是跟我持德国护照有关，因为它很多都是网上办的，比如说你在入境之前，你要在网上填写那个表格，怎么样，对吧？然后到我的时候，我就把我的护照给他，然后呢，我网上填那个表，我就给他看，然后呢，很快就让我过了，也没有问我要小费啊。然后呢，在网上很多人说越南呀，还有一些非洲国家也要小费，是因为我来分析一下啊，不是他光向中国人要小费，而是中国人有花钱买花一些买路钱的原因，就是多花钱，然后少些麻烦。然后呢，很多出国的中国人，因为他的外语不灵光，所以很多时候人家外国的海关说什么话你听不懂，然后就以为人家想吃你的钱，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就养成了很多这种坏习惯。加上国内有些导游也一样你给他什么钱就可以了，把那钱夹在你的护照里面。我的德国伴侣说千万别那样，因为这样会造成贿赂，因为他有那个摄像头的像到非洲也一样，我即使未来如果是我恢复中国国籍成功，我去国际旅行，我绝对不会那个花小费，绝对不会，这是我的做人的原则。即使他不让我入关，我就不去你的国家呗，我就再往回呗，我就是不花这个冤枉钱，那又怎么样？所以我认为很多坏习惯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搞死了中国人，真的。我不相信在泰国入关要给小费，绝对给小费的人是自己弄出来的。越南我不敢说，因为我没有去过越南，但是呢，泰国因为我去过2次泰国，我都没有听说过给小费的现象好了，这是小费的然后呢，在泰国曼谷转机，花的时间很长，然后呢，体验非常不好。然后办好了那个值机之后，我们就马上就
安检，然后呢过海关，对吧？这次呢，我还跟大家说说啊，我原来跟我的德国伴侣在德国的时候，我们的预估，他认为是在国际中转，不用进入的那个泰国的国境，不用出关，也不用入关。我认为，因为我们订的是2程不同的机票，因为我从德国到曼谷的这个航班是在一个地方订的啊，然后呢，从曼谷到中国贵阳的是在另一个地方订的，完全2个不同的，就是2趟不同的机票，绝对不是这个连程，对吧？即使我是在那个曼谷的机场到达，然后呢出发在同一个厅，但是呢是属于2趟不同的航班，所以绝对要先进入泰国的国境，然后呢提取行李之后，我们呢再出关，再办理那个值机，对吧？事实就这样，就是跟我说的一样啊。有的网友说你的那个德国伴侣说的是正确的，但是后来事实告诉我，我的预估是正确的，真的是这样啊。是2趟不同的航班，然后呢，我要先领到行李，然后进入泰国的国境，然后呢再办理值机，再离境，就这样子。好，这次呢出了状况，这状况让人非常的抓狂。我们在德国的科隆，就是我们住那个城市办理的值机，然后呢，只有一个行李箱，因为我没有带行李箱，我确实不知道从德国带什么东西回中国，所以呢，我就只有一个手提行李箱加上一个背包。我的德国伴侣，因为他有一些其他的衣物什么之类的，加上我有一些小东西，我也放到吃的什么放到他那个行李箱里面了，所以交接了一份行李啊，一个行李箱。那个行李箱是直接托运到泰国曼谷的，也就是我们第一个旅程的终点站就是泰国曼谷。然后那个值机的时候打印的那个底单上面也就写上了，比如说我们的行李整个路程是这样，从德国科隆到慕尼黑，然后第2站呢是到那个中东阿曼的首都，然后呢再到最后的就是 BKK， 就曼谷那个国际机场。好，我们到达曼谷国际机场之后，我们那趟航班所有的行李呢都已经提取完了，那个袋啊，传送带上面是空的了，我们的行李箱没有到，又等了半小时还是没有到，那没办法，那行李箱肯定没有到。同一趟航班过来的有3个人，他们的行李箱也没有到，也就是说，我们的行李箱在德国到曼谷到泰国中途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具体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我们没有提取到行李，没有。唉，怎么办？所以最后呢，只能放弃了。然后呢，在泰国曼谷机场的时候，就到行李那个地方，相当于叫什么？叫处理吧，就是行李丢失处理那个柜台去填写表格，然后呢拿着这个底单，我们就只能没有行李箱就出关了，然后就到达出关之后就到达厅，然后呢马上到楼上的出发厅国际出发厅去办理那个值机。后来我刚才说了啊，就是我们等了5个小时才能值机，就这样，没有行李。然后第2天，也就是10月11日，对，是10月11日，我们凌晨2点10分从泰国这个曼谷国际机场出发到中国的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很准点，是中国东航的航班，真的很准点。然后我们当时是早上7、8点钟就到达了，早上7点多。回中国最大的区别就是，比如说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特别的新，一切都非常的干净。泰国呢也算干净，但是呢，因为它人特别多，它特别杂，所以给人感觉不好。又加上它可能我大概目测有20年左右的那个机场的年龄啊，很多东西有点老旧，但是呢，比全世界很多，比美国什么德国很多机场来说也不算落后。
当然是秒杀美国很多机场。我是说那个泰国那个曼谷那个机场啊。然后到达中国机场，给人感觉最大区别，真的就是现代化、干净，然后呢人也不多。这个人多不多，我觉得是次要的，最好是人更多，对吧？旅客吞吐量多，那就对中国的旅游业也好呀，对中国航空业也好，对吧？人太少，我就觉得还反而不好。就是给我感觉就是比较新。我的德国伴侣也说：“哎呀，你看中国这个基础设施有多好呀！”他就比较惊叹。然后我们入关也非常的快，真的很快，大概就是5分钟左右就入关了。这我又和美国对比啊，美国比如说我在迈阿密啊、什么洛杉矶啊、纽约入关都比较慢，上次还是算快的，一般我在美国入关要花2个小时左右，有的时候2个半小时，有的时候快的可能1个半小时，但是2个小时左右是正常的。就是从你站在那地方啊，就是海关入关站那地方排队，一直到让你能够给那个海关人员盖章之后，能够过那个闸门，这个在美国大概2个小时左右。在曼谷我是也很快，估计也是5分钟左右到10分钟，然后在中国就是5分钟，很快，它也没有多少问题。然后呢，因为我们没有行李啊，没有那个交际的行李，在曼谷那个地方或是中途丢失了，只有手提行李，所以呢，我们直接呢到达之后出关，马上上去就去办理那个直击手术，对，叫手术。然后呢，我们提前3小时就可以那个直击了。很快，我们也得到了我们那个 boarding card， 就是登机卡，然后就到安检，然后呢出海关。我们是在那个南京出入海关的。然后呢，我的飞机到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也非常准点。到达的时候，我们还提前了半个小时到达那个龙洞堡国际机场。然后我们没有行李，直接拿到我们的手提行李之后呢，又马上呢直奔龙洞堡高铁站。然后贵阳这个机场，因为我的德国伴侣从来没有听说过贵阳这个城市，他说这什么城市啊？我说是我们隔壁省的，他那个首府，叫首府对吧？一个省的那个叫首府，对，是首府。他说这个城市那么大吗？那个机场那么大，而且还非常的先进啊，非常的干净。我说你看中国的这个机场基础设施就这样啊。所以他也感到非常的惊奇。然后呢，想不到贵阳这个龙洞堡国际机场，它通地铁啊，还通高铁，这也是在全世界很少有的啊。既通地铁又通高铁的机场，你看，而且是一个中国可以说名不经传的一个机场呀，都有这样的基础设施，所以让我的德国伴侣呢感到非常的意外啊。他没想到，像他没有听说过的一个中国的机场，竟然有这样好的基础设施。然后呢，我们就出了那个航站楼之后，大概走了5分钟，就到了那个龙洞堡高铁站。这点呢，他也感到也非常的惊奇啊，就是龙洞堡既然有直达的高铁到桂林哦，它的车次不多，但是它有啊，而且我们正好赶上了，我们的航班到达贵阳的航班是下午1点钟。而我们的高铁呢，到桂林是2点10多分，时间刚好够，还有一点富余，大概我们还有40分钟左右的富余时间，所以呢，非常的轻松。所以呢，这个体验也非常好，而且也让我自己也有点意外，就是从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到桂林西，也是桂林一个站，不到2个小时。从那个不是从那个高铁出站啊，就是开始呢，那个启动，然后呢，正常的匀速运行，大概是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达到它的最高速度是250每小时左右，250公里啊。因为这条线路那趟车它最高只能开250左右，估计吧。一般最高速其他的 G 开头的火车，这条线路是可以开300公里的实际的运营速度啊。但是我们这辆车就是250公里
左右的时速，几乎全部的那个时间都是250公里、240、250公里左右的速度，所以你看，只有1个多小时就到达了桂林西。到达桂林西大概是龙洞堡到桂林西，可能是400公里出头，420左右，我预估啊，420、430，你看2个小时都不到，而这个速度，不是这个距离在德国大概要4个小时左右，在德国4个小时，而在中国你看不是最快的一条线路啊，只花了不到2个小时，所以它的速度非常的快，让我们的德国朋友们也感到非常的惊奇。他说：“你看，大部分时间都是贵州很多山，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隧道里面，不是桥梁就隧道。我们很想多看看外面的风景，但是呢，几乎都在那个隧道里面时间度过。就是到达广西的三江站之后，然后呢，这个隧道就比较少了，就少得多了。但是在贵州境内几乎都是隧道。”所以呢，他也感叹这个修这个中国高铁肯定成本非常的高，难度非常大，因为几乎都是隧道。这是我们在路途遇到的情况啊。一个是这次呢，在路途时间花了40个小时，我们坐了5趟这个航班，换了5趟才到达我们中国的贵阳。然后到达中国之后，一切都比较顺利，因为呢，在南京卢口国际机场，它的时间也非常的正常，非常正点。然后到达贵阳机场，甚至提前半小时到达，所以让我们有非常多的富裕时间接驳我们的那个高铁。然后呢，我当天下午呢就到达我们宫城了，就是我自己老家了。下午5点07分，也非常的准时，一切都非常的顺利，让我们的德国朋友也感到非常的惊奇啊，因为我们坐的这个高铁非常的正点又非常的快。他说，如果是在德国，你真的不知道德国的高铁什么时候来，因为德国高铁或者德国铁路吧，它不正点是让德国人最诟病的一点，就是德国这个铁路不准时。好，这就是我们这次呢从德国回到中国这里，花了足足2天时间。我们10月9号离开德国，然后呢10月11号到达我们中国这边，到达家里呢是下午，刚才说了5点多，5点半就到达我们家了。整个时间差不多大概45、6个小时吧，真的中途几乎没有睡，因为你们知道啊，在飞机上的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睡的，因为我们坐了5趟飞机。中间最长的一趟是6个小时，然后第2趟呢是5个小时。6个小时呢是从德国慕尼黑到中东的阿曼，飞了6小时，从阿曼到泰国曼谷5个多小时吧。你们知道，从起飞到发放食物大概要1个小时，对吧？然后吃饭，他收走那些餐具啊，可能又要花40分钟左右，到1个小时，也就是从起飞到你能够睡觉，大概要2个小时左右。然后呢，在到达之前1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你又得醒来。即使也就是说，其实在中途能够真正你能够闭眼的、能够睡的时间，可能就是3个小时、3个多。但是正常情况下你睡不着，反正我睡不着啊。然后第2趟也一样，中途时间除了吃饭被唤醒的，然后呢，真正的时间也比较少。然后从曼谷呢到南京大概是4个小时，也是除了吃饭怎么样，中途也最多只有1个多小时了。所以几乎呢全程没有睡觉，所以2天之后就特别累了。你看，这是旅行最辛苦的一次，在我大半辈子当中没有那么辛苦过，今后呢也不会再发生了，我向大家发誓，绝对不会。结果呢，我订那个国际航班也好，还是国内航班也好，一定只订同一家航空公司的，否则就会出差错。这次我就出了人生第1次，而且那么辛苦。但最后呢，还是有惊无险。虽然我们行李箱丢了，但是呢，还是最后呢，按照预定的时间到达了我中国广西桂林的老家。
这还算顺利吧。然后呢，昨天我们到我们老家的那个山里去游泳。Wo bist du jetzt? In Gonchen, Heimat, oder? genau, Heimatort. Mit unserer Moped-Tour, Elektromoped-Tour. Elektromoped. Ja. Möchtest viele essen. Ja. Ja. Zu zweit schafft's Moped nicht mehr. 现在还特别热，我其实出汗的。我们这里呢，白天还有35度，然后晚上是还有25、26度、26、27度。在室内当然如果不开空调就更热一些，所以我现在是出汗的啊，我没有开空调。现在，我看了一下我们这里的那个天气预报，还有6天热，然后就凉下来了，彻底应该凉下来了吧？今年特别的那个反常，我们家里的人也说，往年到中秋节的时候，至少晚上呢没有那么热了，但现在晚上也还有25、26度，太热了，真的。我们这里的人已经厌倦了这个夏天，恨不得凉快了，但是这老天爷没办法啊。希望呢过几天真的凉快下来，我真的受不了了。看我视频的朋友们啊，你们在哪个地方？你们在东北是不是现在开始下雪了？我们南方真的还是夏天，我们昨天还到山里去游泳了呢。哎呀，不行，真的我特别希望我们这里快一点到了那个秋天了。而且我发现现在啊，由于气候变暖，我发现我们南方至少 F3吧，广东、广西、海南几乎是没有冬天了。秋天也很短，只有几天或者两个礼拜的时间。那个夏天和冬天两季，冬天也很短。冬天我们这里真正算冬天，可能就是1个多月。烤火，我觉得一下也过去了1个多月，其实挺快的。真正要烤火的时间其实也不多了，现在。所以总体来说，我不太喜欢我们这里南方的那个气候，夏天太长了。真正夏天5月下旬吧。最多是6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你看10月中旬、10月下旬啊，还是夏天，真的30几度啊，不可想象。也就是说，小半年都是夏天了，太久了。好吧，朋友们，就是今天我给大家说说我呢这次从德国回到中国这个路途漫长的经历，以及呢对比来说。中国这边的基础设施让老外也感到非常的惊奇，真的太棒了。一个是现代化，一个是干净，另外一个呢，中国的高铁也非常的高效，好吧？那我们下次见吧，感谢大家收看。